它由吉翁公国所催生，是新人类研究的负面成果，但无可置疑，它也是最初的新人类专用 MA。大家好，我是 Sam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断更了3周，甚是欢喜啊，不是甚是想念。好，这里是解析系列，本期我们插播一条原本不在计划中的影片。由于要开始讲 NewTape 专用机了，既然要讲，那就不能忽略原主的机型。虽然它在79年的动画中才活了15分钟，后面的电影版还直接被删除了。同为新人类，真的是那啥，同人唔同命，同遮唔同病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讲，那就是我们不礼貌了。由于是插播，本影片也不长，我们就简单来看看。老样子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说作者，也不管发售年代，不啰嗦。单机的介绍，先看个片头，我们立马开始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如果把一个人踢到海里，要么化身成一条水蛤鱼沉入海底，要么脑袋一热，拍着水学会了游泳。而在宇宙世纪，人类开始跑去宇宙，同道理，面对这种环境的变化，要么变成一个只会感叹的屌毛，要么脑袋一闪。不好意思，放错了，要么脑袋一闪成了 NewTape， 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新类型人或者是新人类。而吉翁兹姆戴昆也发现了这类新人类，他的所谓人类改革其中的一条，也是为将来觉醒的新人类以及全人类的大局。当然，对于吉翁军那群食人唔掠骨的尿性，又怎么可能放过新人类呢？他们大多的认知就是这么变态的一群人，泡什么妞，逛什么街，洗什么澡，直接抓来做驾驶员不香吗？因此，弗拉纳刚诞生，这是一个专门研究新人类的机构，也是一个专门研发新人类专用机的地方。为了可以发挥和利用好新人类的超强感知能力，第一台专用机登场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MAM-03 不劳不罗。这台机是新人类专用机的最初版本，首台把感知能力直接当武器来用的工具。虽然完成度不高，但怎么说也是精神力武器。比起联邦的那群屌毛，对新人类的认知真的不知道高出多少个山头，只能说吉翁军的高度已经冲出了大气层。等做完这几个影片，我们再好好聊一下联邦军那边新人类的研究成果，有兴趣的可以订阅一下。好，说回本机，由于装备了 Mega 粒子炮，而且还是线控模式的大型精神感应系统，所以能源方面只能采用大型的热核反应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这台机很大。有多大呢？大概这么大不行，我口述没有这种震撼力，直接上图就知道了。这就是 RX-78-2 跟它的对比，是不是很大？几乎都赶上了大馒头了。另外，本机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个 Mega 线控粒子炮外，它就没有任何武器了。换句话说，也侧面的证实了当时的技术也就到这里了。但为了实现一个现行精神类武器所需要的配置已经这么大了，小型化根本是不敢想的。这样看起来虽然不完美，但从意义上来看却相当的重大。毕竟它所积累的科技也被后面出现的吉翁号、卡比尼和山楂饼所继承。好，吹了这么多牛逼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台不劳不罗的结构和设计。全高为 60.2 米，重为 1735.3 吨，全装备下为 2602.6 吨。由于是一台 MA， 那我们就不拆开来看了，直接看整体。第一眼看过去，大家看到什么？是不是一嘴的溃疡？真的是非常劝退人的密集恐惧症小孔。是的，上下各一排，左右两边各4排，这些都是控制喷嘴。这么多的喷嘴，可以很方便的转换各种角度，看着感觉速度应该很快，但其实不快。这一点看它升起就知道了。在动画中有过升起的特写，这么大的火焰，但看起来又很慢。当然，不但我觉得，连塞拉马斯也觉得，在动画中有吐槽过他的速度慢。接下来看看这几根类似于手机支架的 Yellow God。是的，这就是本机最核心的部分，也是本机大的原因。Mega 粒子炮一共4个，上下2根是中央区块的连装式，炮口设计是2个圆锥形，样子看起来很奇葩，但是机能和一般的粒子炮是相同的，火力自然也是无所置疑。而两边的粒子炮是左右区块的单装式，
从样子上看，虽然少了一个圆锥，但从结构上、性能上和配置上都没有缩水，跟刚刚中央区块的粒子炮是一样的。所有粒子炮都是有线控制，详细一会武器篇再说，我们这边就先过了。接下来看看箭头的位置，也就是中央区块凸起的这个根部，这里有一个舱门，驾驶员可以从这个位置进入驾驶舱，就像下班回家开灯的感觉。看上面就亮灯了，顺着亮灯，我们看看驾驶舱，也就是上面的这一排，对，都是驾驶舱，豪华别墅的视觉感，是不是非常的奇葩？这哪是 MA 啊，都可以当战舰来用了。不过从体型上来看，确实更像一台战舰。好，回到正题，我们继续看，这里一共有3个驾驶舱，中央区块一个，左右两边各一个，属于多人驾驶。我们一块一块来看，先是多人驾驶舱，也就是左右板块的，属于3人的联合操作，每一个控制都有单独的操控体系，而中间的为炮手坐席，而这个炮手坐席就是单座室，由新人类负责控制，可以看成是新人类专用驾驶舱。2种驾驶舱，2种不同的系统，这个设计看起来奇怪，其实侧面证明了当时的精神感应这类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成熟，毕竟是处于摸索开发阶段。气氛烘托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开始有一个疑问？一台 MA 多人驾驶还要2套系统，虽然说技术还不成熟，但这样搞肯定有它的原因。是的，这里就要说一个特别有趣的机能了，那就是保护新人类。毕竟这个时代没有几个，可以说比大熊猫还要珍贵。既然把新人类丢进了战场，自然确保新人类驾驶员安全性是重中之重。当然，这是明面的说法，暗地里是新人类本身就是一个超牛逼的武器。机体炸了可以再做，新人类要是挂了，那可不是谁都能怀得上。所以布劳布罗有了分离系统，当分离时，新人类驾驶舱所在的中央区块，也就是这一块，可以单独运作。整体设计是一个扁平的长条，后方单独配置了一个小型的推进器。从安全的角度看，布劳布罗体型大，容易中弹，一旦中弹就可以分离，让新人类逃跑，这能有效的提升存活率。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打得正起劲，这个分离机构可以让布劳布罗全方位攻击，范围更大，能够灵活的运用，这就是分离机制的设计用意。不过在动画中没有出现过。在最后，夏利亚知道自己要勾带了，他可以逃，但他没逃，想着拉着整台机掉头，不过还是被高达一枪贯穿，2个区块直接贯穿。好，顺着这么奇特的机体，我们来看看驾驶它的人，一位被历史上号称为第1位的新人类夏利亚·布尔，他是木星船团的指挥官。由于他新人类的能力被发现了，所以被基连紧急召唤回国。这么牛逼的能力被领导发现了，还紧急召回，按理应该很快就能升职加薪，当上将军，出任总帅，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想想都想笑。但事实却很打脸，因为基连那个屌毛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新人类，只是因为他妹妹需要，也就是他的政敌吉西利亚，而正好基连有，那就送过去了。目的也很单纯，就是为了牵制吉西利亚。换句话说，夏利亚是不是新人类，这重要吗？这不重要，只要过去当个政治棋子而已。真的是欧老偏锋头大鱼。从世界上来看，夏利亚也真的是谋阴功。而更悲催的是，夏利亚有新人类的感知能力，可以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想法。此时此刻，夏利亚的内心估计就一个字：丢。不过，由于他本身属于有责任感和重信义的人，所以就算知道自己被耍，被当成工具人，也不会利用新人类的能力去攻心计。对于基连的问话，他也是小心的选择用词。他的回答是：阁下的深谋远虑我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理解。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无奈，毕竟普通人类无法心灵相通，误解和冲突本身是无解的。直到遇到了拉拉星和阿姆罗，他才发现原来他是有同类的。好，顺着这个苦逼的事件，我们一起看看关于这台 MA 的战役部分。由于这次影片讲的是夏利亚，所以初次的战役我们就先不说了，只说夏利亚驾驶的战役。在告别基连后，夏利亚前往了基西利亚那里。按照基西利亚的说法，先让他驾驶布劳布罗看实力。在他的想法里，作为最早的新人类，而且还是个老头，怎么也应该比拉拉强，没准还可以驾驶艾尔梅斯。就这样，夏利亚前往了前线见夏亚了。在见到夏亚和拉拉后，夏利亚一眼就看出，哇，这妹子不简单啊！这肤质啊不，这眼神露出了非常哇塞的表情。
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简单啊。”夏亚心想：“好你个老头！”便问道：“那你看我觉得简单不？”夏利亚看了看夏亚，说：“我 like 你，要是心胸不狭窄的话，你会很牛逼。看到没？这就是说话的艺术。”夏亚听完都不好意思发烂渣了，只来了一句：“那我就当你是忠告吧。”就这样，夏亚开始对夏利亚讲述了敌军的情况。当听到对方高达也是新人类时，夏利亚惊讶了。说好了新人类很珍贵，怎么现在便宜到遍地开花？不过也不要紧，毕竟吉翁有技术，就目前的这台 MA 依然占有优势。说完，夏利亚驾驶着布劳布罗独自开始进攻了。夏利亚走后，拉拉问夏亚：“你就这么让他一个人去了？”夏亚说：“他自己说要一个人去的，拦都拦不住，你信不？”拉拉摆出一副看小狗的表情。就在这时，白色木马也接到了命令，战斗全面开始。钢加农、钢坦克、高达全部出击。高达冲在前面，瞬间感觉到，对面是新人类。而夏利亚也感觉到了，但还是怀疑。直到高达开了一枪，实锤了。夏利亚也跟他不客气了，伸出线形粒子炮就射。先是上下双方位射击，高达勉强避开。正所谓把文山庄于谋的北，在这种下雨式的全方位光速攻击中，最后直接把高达的盾打爆，吓得阿姆罗控制杆直接拉出火花。看到对方这么慌张，夏利亚心想：好家伙，看来还是我们占优势。正打算全方位进攻，这个时候钢加农钢坦克赶到，直接给布劳布罗屁股来了一枪，3台机正式围着布劳布罗。呵呵，是时候让这帮土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精神感应全方位攻击了。只见布劳布罗开始拉开所有线式粒子炮，直接反击，光束四面八方的射，吓得准人以为对方有很多台敌机。而钢加农直接双腿被爆，吓得飞走。阿姆罗也大声的喊麦，说对方就是个老变态，大家赶紧跑，自己留下来单独对付他。就在两机渐渐靠近，阿姆罗才发现原来对方只有1台机。由于攻击是四面八方的，也不知道主体到底在哪。就在这时，阿姆罗脑袋一闪，仿佛能感应到主体的位置，直接避开所有光束就冲了过来。而夏利亚脑袋也一闪，感觉到自己要完犊子了，赶紧打算掉头逃跑。不过晚了，只见阿姆罗从侧面直接给布劳布罗一个近距离的 BBQ 射击。就这样，夏利亚随着这场爆炸一起领了饭盒，战役就此结束。而在远处观战的拉拉星问夏亚为什么不让自己跟他一起去，如果让他一起参战，夏利亚也不会死，还可以直接把高达捏成废铁。夏亚回了一句：“你识條鐵。”对于他来说，战死是最好的归宿，总比被人当棋子一样两边推要好。看着夏亚一本正经，拉拉星再次露出一副看小狗的表情。好，看完这短暂的战役，最后我们来说说它的武装部分吧。说起武器，由于人家弗拉纳冈的研究方向就是新人类，最大的成果也就是精神感应系统，所以单这一块已经塞满了机身。这也导致本机的武器也就一个线形 Mega 粒子炮，分布在机身的4个角，上下为中央区块链接，侧边为左右区块链接。每当新人类驾驶员脑部发出感应波后，就会传达到精神感应系统作为转介，先翻译成电子信号，再转成雷射信号，最后通过线缆传达给攻击端子。这就是布劳布罗的攻击原理。看过后面的作品都知道，未来一堆的 NT 专用机都是这个概念。另外 Mega 粒子炮的线缆，它不但可以拉伸扩大攻击的范围，同时也有供电的作用，可以一直处于大范围的攻击，直到本体能源消耗完毕。至于战术方面，是做有线控制所发动的全方位攻击，是布劳布罗的唯一战术。在动画中也能看到，3台机围攻一样被本机打得哭爹喊娘，要不是有阿姆罗在，白色木马估计也就交代在这里了。当然，对比无线，比如 MAM08 的艾尔梅斯，在攻击范围上有线明显没有无线广，这也算是一种缺陷吧。毕竟做精神感应武器要的就是四面八方的围殴。既然图都放出来了，当个预告吧。好，本期的解析就讲到这，下期继续 UC0079，我们按正常的顺序走。MAM08 艾尔梅斯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类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吧。